你给我住手！那是村里的变压器。村里的，舅舅，你看清楚了。需要我念给你听吗？8万8，我叶州的名。你拆什么？你把它装回去！叶州，反了你了！放心，舅，外壳留给你们，好好用。事情要从1年前的那个架夜说起。爸，你挺住，电马上就来，马上。爹。叶舟看着父亲的脸，又看向窗外吞噬一切的黑暗，他忽然明白了，父亲最后担心的不是自己，是这全村没电的人。这是有头面的温电，这变压器就被说坏了，这样过来便做账，使用了35年，超龄15年，修不了，必须换新的。多少钱？最新型号带自动保护，8万8。我出5万，我爸的抚恤金，我自己的积蓄，剩下3万8，大家能凑多少凑多少。变压器写我名，但我叶幽对天发誓，以后每度电只收国网价，绝不多要1分。叶舟，你疯了！那是你爸拿命换的钱。正因为我爸是用命换的，我才知道这钱该怎么花。周娃子，这3000是我儿子摔断腿，老板赔的医药费，你拿着，我儿子以后用得上电。最终，全村凑了2万9，叶舟默默拿出存折，补上了最后9000的缺口。你是咱村的恩人呐，太感谢你了！好外甥，舅舅没看错你。爸，您看见了吗？电来了！天大的好消息！省里政策，农村电网免费升级改造，咱们村是试点，智能变压器免费换，还有补贴拿。免费换，还有这好事儿？有才，靠谱不？千真万确，我托了关系才争到的。明天供电公司刘主任亲自来。乡亲们好，辛苦了，我是市供电公司农网改造办的刘主任。您就是叶舟同志吧？精神可嘉。不过政策要求农村电网得统一管理，你这台设备我们得回收，当然给补偿。多少补偿？按折旧3000。但是新变压器是智能的，手机就能控制，1度电比国网便宜1毛钱，便宜1毛，每户还有500块现金补贴，当场就发。刘主任，产品合格证和入网许可证我能看看吗？小张，去车上把证件拿来。不用了。市供电公司下属根本没有农网改造办公室，倒是有个智电科技，老板刘建国，是你吧，刘主任？叶舟同志，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是正规合作公司。这是今年全省农网改造中标名单，27家企业，没有智电科技。中标变压器最低型号是 ZDB2023，你这台是2010，差了13年。这是翻新报废机的铁芯，换了个壳子。翻新机？王有才，你说清楚！叶舟，你放屁！你血口喷人！
刘主任是我千辛万苦请来的，你那个破变压器还想霸占一辈子？我血口喷人，舅，你收了刘主任多少回扣？你胡说什么？好，转压器可以给你们，补偿1万，设备所有权还是我的，只是借给你们用，出问题你们全权负责，签不签？签，现在就签。叶舟，你又想干什么？协议签了，变压器是我们的了。知道，我拿我自己的东西。那是核心稳压器，你拆它干什么？协议只说借设备，没说不让拆零件。这些是我的私人物品，我带走。你放屁！那都是变压器的一部分，你拆了，这铁疙瘩还有什么用？有意见？行啊，那别换了，旧的还我，1万块退你。没事儿。叶同志请便。核心部件，我们新设备也有。叶舟，你疯了吧？租这破地，这鬼地方能干什么？种石头都嫌硬。不种碟，种电。盐碱地反射率高，光伏发电效率能高15%，发的电自己用，剩下的上网卖钱。拆回来的核心改就能用上。你小子早算计好了，金蝉脱壳，在这等着涅槃呢。我们没地方去了，王有才的补贴没我们的份儿，村里容不下我们了。他们说我们是吃闲饭的累赘。叶舟，这是我攒的棺材本，2万，我入一股行不？赔了不用你还，赚了分我一口饭吃就成。钱你也收下，钱收回去，人留下。我这儿正缺人，李叔，你腿脚不便但手巧，帮我组装光伏支架。哎，你们2个，张婶儿，你做饭，管我们4个的伙食。赵老师，您给我当顾问。光伏系统要写操作手册，要让人人都能看懂。您文笔好，工资1人1月2000，包吃住，干不干？李叔，咱这儿不兴贵，要贵等发电赚钱了，跪着数钱。这片曾被唾弃的盐碱地，就是我们的战场，也是我们的希望。咋这么多？上个月才50，天还没热，空调都没开。找王有才去。看，远程关灯多方便，电费省了吧？王老板，省个屁！我的电费翻了1倍还多。老陈，你家是不是偷偷用空调了？没有，电视都少看，冰箱我都想拔了。那就是冰箱老了，耗电。这智能电表精准，以前那种机械店走得慢，少算你的。这电表吃电啊！看，这灯亮就在计费，你家肯定有啥电器待机，偷偷耗电。我都拔了，那就是线路老化了，漏电，你自己找电工查吧，我忙着呢。老陈，线路没事儿，不过你这电表走的是有点快，我听说啊，有种电表能调。叶舟，说的是真的。王有才说我家洗衣机费电，可那洗衣机3年没用了。他是想做成长的，那咱们在全部上电源更软了。再看看，再看看。 300亩稻田，一片触目惊心的枯黄，仅有的几点绿色也奄奄四息。这老天爷是要绝我们活路啊！再不下雨，稻子全完了。快抽水啊！
叶州留下的水泵呢？急什么？智能灌溉，懂不懂？用 app 远程控制，一次开4台水泵，省电高效。4台，10台全开都勉强，300亩地呢。你懂什么？开多了跳闸你负责啊！智能系统会自动分配。看，出了吧？慢慢来，细水长流。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你把猪牙看门头！整个村子瞬间陷入一片死寂，这就是贪婪的代价，也是一切灾难的开始。全黑了，连饭包饭煮一半，冰箱里的肉要臭了。王有才呢？刘主任呢？让他们滚出来！王有才，滚出来！陪我们变压器。有才去城里找刘主任了，不在家，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我去供电受求过了，人家说咱们这是自建电网，不归他们管，要修得找设备厂家。厂家在哪儿？刘主任的公司倒闭了，人找不到了。叶舟，要是叶舟在，电不会停，孩子不会烧成这样。叶舟能修，他肯定能修。去找叶舟，去求他。可我们那样对他，他爸的钱我们都没护住，他现在肯定恨死我们了。都别哭了，哭救不了稻子，我去求他。我一个人去不够，想活命的还能走动的都跟我去，给他磕头，求他回来。周子，要不我去说两句，这么跪着也不是办法。说什么？说他们活该。撑住，都撑住，咱是来赎罪的，不是来添乱的。老村长，喝点水吧，这么跪着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不是来喝水的，我们是来请罪的。叶舟不出来，我们就跪死在这儿，跪死在这儿。叶舟哥，我错了，我们不该贪那500块钱。我娃发烧了，再没电，娃就没了。求求你救救孩子吧，我给你磕头了。进来。稻子能救，但有3个条件。第一，我要绝对指挥权，我怎么安排你们怎么干，有疑问弹完再问，不听现在走人。听你的，都听你的。第二，人手材料，你们出，我要20个手脚利索的跟我去拉设备，剩下的去后山砍竹子，要50根，3米以上，碗口粗。女人孩子去把所有水泵检查一遍，能用的集中到村口大渠。周娃子，你说还要啥？第三，等稻子救活了，变压器的事，王有才和刘主任必须有个交代，该抓的抓，该赔的赔，到时候谁也别怂，别和稀泥。周娃子，这事儿村里对不住你在先，等稻子活了，村里要是再有一个软蛋，我这张老脸还有祠堂里光明正大那块匾，你随便砸，我作证，王有才吞了我的补贴。
我家电费多交了好几百。对，我们都被他坑了。行，记住你们的话。现在，能动的人拿上家伙跟我走，剩下的按我刚才说的动起来。竹竿沿着这条线，每隔20米立一根，埋深半米。李叔，你带人固定。电线沿着竹竿走，用定时器架高，别拖地。歇会儿，喝口汤。妈，正能量吗？老村长，让人离水泵远点儿。李叔，检查最后一遍线路。周娃子，全村谢谢你。谢早了，这临时电网靠蓄电池撑不了几天，10台水泵轮流开，也顶多保住70%稻子。那怎么办？要么尽快修好村里那台炸了的，或者从我的光伏电站拉一条专线过来，一劳永逸。周娃子，你说咋干，我们就咋干，我们信你。拉专线要钱，要材料，要人，还要村里给我一块地，签正式的承包合同。给村东头那片盐碱荒滩30亩，白给都没人要，你要村里就包给你30年，钱大家再凑，砸锅卖铁也凑。好，等天亮，现在轮流值班，看着水泵和水渠，千万别再出问题。爸，第一步成了，接下来该算总账了。 30亩荒滩承包30年，每亩每年象征性收1块钱，电站收益叶州拿70%，村集体拿30%，集资协议自愿入股，100块一股，上不封顶，风险共担。同意的过来按手印儿。我入5股500块，没有叶州，我儿子学费都没着落，我信他。我入2股，这是给我孙子攒的鸡蛋钱。周娃子，婶儿信你。一共58400块。钱我不要。这58000是村集体的第一笔股金，荒滩我收了，电站我来建。但刚才说的，抓到王有福和刘组长，这笔钱追回来也入公账。村长，开门啊！有福被警察带走了，说他诈骗，要坐牢啊！村长，救救有才，他知道错了，钱我们退，全退，别让他坐牢啊！看来有人先替我们动手了。合同签了，钱的事儿、追债的事儿以后再说。现在能动弹的，拿上铁锹镐头，跟我去荒滩电站，今天开工。耕坑深度1.2米，不能浅，支架要垂直，误差不能超过5毫米。
犯罪嫌疑人刘建国涉嫌合同诈骗、销售伪劣劣产品，已被依法刑事拘留，现带回指认现场，请相关受害村民配合调查，刑事拘留。是你，一定是你举报的，叶舟，你有种冲我来！别害有才，他可是你亲舅。我举报，警察办案讲证据，他们犯了法，自然有法律制裁。叶舟，你就是报复村里当初没护着你，你现在得意了，电站是你的，全村都听你的，你满意了？有才媳妇儿，话不能乱说。刘主任被抓是因为他骗了11个村，涉案几百万，跟叶舟举报不举报没关系。有才要是干净，警察也不会抓他。看什么？电站早一天发电，稻子就多一分保障，咱们村就早一天有真正的不要钱的电用。干活！输出电压稳定，频率同步，一切正常。明天上午10点准时归网，问题不大。再检查一遍保护回路，绝不能出任何纰漏。周子，歇会儿吧，你都3天没合眼了，明天是关键，别把自己熬垮了。最后一遍，完了就睡。叫表哥。表哥，我考上了1本。这娃子，舅妈求你了，你就不是人，他该死，可孩子是无辜的，他考上大学了，学费、家里钱都被罚没了，还欠债，你看在孩子的份上拉他一把，舅妈给你磕头。学费我出，但有2个条件：第一，王有才出狱后不许回稻花村；第二，你大学毕业后必须回我的电站工作5年，工资抵学费。干还是不干？继续，天亮前必须万无一失。电站第1个月发电3万度，村里免费用了1万度，卖给电网2万度，收入1万块，按3成分红，村集体得3000。70岁以上老人一共28位，每人200电费补贴，总共5600。这还差2600。啥？还差2600？那补贴发不全了？说好每月200，这才第1个月就发不出。是不是电站没赚钱？叶舟是不是瞒着我们？不是发不出，是第1个1月电站还在调试，发电量没到顶，下个月肯定够。叶舟说了，差的2600，他个人先垫上。垫？那以后呢？电站要是一直不赚钱，是不是一直要我们担着？当初说的多好，免费电有补贴，现在看还不如以前交电费实在。哟，叶老板回来了，正好给大家说说呗，这电站到底赚不赚钱？别是拿大家的血汗钱给你自己脸上贴金吧？账本就在这儿，每一度电发了多少，用了多少，卖了多少钱，比比清楚。电站是大家的，账目随时可以查。觉得我叶章做假账的，现在就可以站出来，一起去供电所、去银行一笔一笔对。我哪看得懂那些？看不懂才怕被糊弄。大家当初入股的钱可是真金白银。电站第1个月设备磨合，发电量只有设计的1半，下个月就能满发。到时候别说每月200补贴，年底还有分红。现在愿意信的领补贴，不信的钱放这儿，随时可以退股。我叶舟不强留。周娃子，我信你，没有你，我这条老命早没了。这钱我拿着，心里踏实。周娃子，委屈你了。村长，人心比电难管，但再难，这条路也得走下去。王有才家里最近是不是太安静了？
东线第3排有人剪线。为什么？我就是想出口气。剪断电缆，电站停机，全村在断电，稻子在旱死，这就是你出的气？你糊涂啊！这是断全村的生路。报警！谁指使你的？王有才家给了你什么好处？是王有才老婆，她说只要电站出点事儿，叶舟你就得滚蛋。她答应，等叶舟走了，她把不是赚的钱分我一份，现在剪线也是她给我的。我冤枉，我就是随口抱怨几句，是张三自己心眼坏，去剪电线关我什么事儿？叶舟他诬陷我。剪线钳上有你的指纹，张三的手机里有你昨晚8点23分叫嚣他并许诺好处的通话录音，需要放给你听吗？另外，根据刘建国刘主任的进一步交代和你丈夫王有才的供述，你参与了部分诈骗赃款的转移和隐私，数罪并罚，现依法对你采取刑事拘留措施。表哥，对不起，我妈我带她给村里赔罪。你的道歉我收下，但你妈犯的错，法律会审判。这个是你自己考出来的，跟你爸妈没关系。我之前说的条件依然有效，学费我出，你毕业后回电站工作5年。但如果你觉得因为家里的事儿没脸再拿我的钱，或者和不想回来，我也尊重。路你自己选。周娃子，对王浩，你仁至义尽了。他是他爸妈是他爸妈。电站要发展，需要读书人，只要他心正干，我给他机会。害群之马已经清除了，电站是咱们大家安身立命的根本，谁再敢动歪心思，这就是下场。以后账目每月公开，意见随时可以提，但必须摆在明面上。一个500千瓦的电站，够咱们村用，但不够咱们富。我想把周边几个村的闲置荒滩都利用起来，建更大的光伏集群，让咱们这一片都亮起来，都富起来。你们敢不敢跟我再干一票大的？光伏发电，听起来是好事儿，不过嘛，我们石头沟地少石头多，那点荒滩还得留着放羊呢。再说了，你们稻花村自己搞就行了嘛，拉着我们干啥？万一赔了，算谁的？我们可不像你们有个能人大学生顶着。吴主任，话不是这么说。吴主任，光伏板下面可以种草，不影响放羊，草还能长得更好。电站我们出技术，出大部分资金，你们只要出地，签协议，以后发电收益，你们村占30%，旱涝保湿。30%，别到时候忙活半天，毛都见不着一根。我们村实在玩不来你们那些虚的。又想来骗咱们的地，稻花村自己刚缓过气，就想当救世主啦。稻花村电光伏电题目：村民电站王仪式传统技能仪式。拍的挺好，可这玩意儿能当饭吃？我们村现在虽然穷，但安稳。跟你们折腾，万一搞砸了，村民骂娘，我这主任还当不当了？吴主任，这样，我们不需要你们现在就签合同，我们在你们村口的公共荒滩上，先免费建一个小型示范点，发的电，免费给村委会和旁边5户孤寡老人用1个月。1个月后，你们觉得行，咱们再谈；觉得不行，我们拆了设备走人，1分钱不要你们的，敢不敢试试？你小子到底图什么？我图的是这一片山沟沟晚上都能亮堂堂的，图的是以后说起咱们这儿不只是穷，还有光。行，就照你说的，村口那片乱石滩给你们用1个月，倒要看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这地打地基都费劲，费劲也得干。李叔，先用风钻把这几块大的剖开，
小石头捡出来垒田岗。哟呵，还真干上了！用这破石头发电，吹吧！怕不是来咱们这儿练手糟蹋地的吧？叶老板，这么干多慢啊！要不要我们帮忙？一天100，管饭就行。不用，吃早点是我们稻花村免费建的，不花钱雇人。抠门，那你们慢慢磨吧，看你们1个月能磨出个啥。老头子，你说他们能成吗？别到时候地给刨烂了，电毛没有。看看呗，成了咱村白捡便宜，不成地还是咱的，他们还得给恢复原样，横竖不亏。别说这几个稻花村的干活挺下力气。大爷、婶子，这板子下面我们撒了耐旱的草籽，等草长起来，您家的羊冬天就有地方吃草了。这电，先从村头的五保户王奶奶家接起，让她晚上不用再点煤油灯。明天让老二家的小子去给他们送壶水。师兄，成败在此一举。亮了。吴主任，1个月还没到，但这第一盏灯算我送的。接下来村委会还有旁边4家，明天都能亮。这电干净稳定，不要钱。咱们之前说的，您看合同明天祠堂谈。叶舟，以后咱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了。石头沟这200亩荒滩全交给你，我们出人地就等着分红了。放心，吴主任，电站建起来，咱们2村的路我出钱修一段，连通。以咱们2村为基点，拿下袜子店，就能连成一片500千瓦的光伏集群。发的电不仅能完全自给，还能大规模上网，利润翻倍。到时候咱们这几个村就是全镇不全县的示范。马站长，听说了吗？稻花村那个叶舟搞光伏电，现在又把石头沟拉拢了，风头很劲啊！以后这10里8村的电，怕是都得他说了算了。一个毛头小子懂什么？自发自用小打小闹也就罢了，还想大规模固网卖电？哼！立网许可、线路审批、电价核定，哪一关不得从我这儿过？说的是啊，而且他这么搞，用便宜的光伏板自己组装，咱们店里的电线、电链料、变压器可都卖不动了，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啊！马站长，您可得主持公道。主持公道那是自然，电力安全，他那些设备合格吗？资质全吗？明天我就去检查检查。你接到群众反映，你们这个光伏电站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设备不合规，私自汇网。现在正式通知你，立即停止运营，接受全面检查。群众反映，马站长，我们的设备都有出厂合格证和质检报告，汇网手续也是齐全的，不知是哪些群众反映，具体什么问题？问题多了。电线规格、接地保护、绝缘机鼻，还有你们那个核心设备拆装的，谁知道是不是报废件改的？少废话，先停机。就是安全无小事。叶舟，你可别拿全村人的性命开玩笑。马站长，检查可以，但无故强制停机，影响发电和灌溉，造成的损失谁来承担？您既然说我们设备有问题，请现在就指出来，我们当场整改。如果指不出来，我倒要问问，这到底是安全检查，还是有人假公借私，阻挠农村新能源发展？马站长，请吧。从哪里开始检查？是限告、绝缘、接地电阻，还是护网密变器的保护功能？设备仪器不够的话，我这儿有更专业的。看核心，看那个他拆装过的变压器核心，那玩意儿最容易出问题。这些表面的就算了，我听说你们电站的核心变电设备是用报废变压器的零件自己拼装的，这要是出了问题，这可是重大安全隐患，必须拆开检查。马站长好眼力，这核心控制板确实不是我原装的，因为原装的控制逻辑不适合咱们山区电网编动，这是我根据本地实际重新设计编程，委托省城正规厂家定制生产的智能控制板。这是设计图纸，
委托加工合同、厂家的生产许可证和本批次的出厂检验报告。定制的，谁知道是不是小作坊产的？有入网许可证吗？符合国标吗？马站长，国标 GBT19964-2012光伏缝制站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第 5.3.2 条，对面频器低电压穿越能力有明确要求。我们这台定制逆变器完全符合，这是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认证报告。另外，并光点电能质量、电压偏差、频率偏差、交波含量，我们实时监测数据都接入县供电公司调度平台，随时可查。请问，您说的安全隐患，具体违反的是哪一条标准，哪一款规定？检查暂时没发现大问题，但还是要规范操作。麻烦走了，活儿还得干。石头沟的电站要加快，洼子店也得尽快去谈，咱们的光要照得更远。但我心里清楚，经此一事，我算是彻底得罪了镇上的地头蛇。未来的路，必然还有更多明枪暗箭。材料不全，缺镇电管站的安全运行评估报告和站长签字同意。我们电站一直安全运行，马站长前几天刚检查过，没发现问题。那是检查，不是评估报告，得马站长签字盖章才行。下一个。妈的，卡在这儿了！那姓马的明显是报复。马站长下乡检查了，这几天都不在。这明显是托词。变网扩容被卡，石头沟的电站建好了也无法大规模发电，集群计划第一步就受挫。要不去找找县里，或者干脆不理他，咱们先建着，电发出来存着。不行，手续不全，建了也是黑户，随时能被勒令拆除。县里关系不够硬，得想别的办法绕过他。联网的事儿先放放，师兄，你继续跑县里，找找有没有其他政策口子。我去洼子店。光伏发电，我们村连电都时有时无，要那玩意儿干啥？地是我们村的命根子，荒着也是我们村的，不租。孙主任，地租给我们，您村里每年有固定租金。电站建成，我们优先保证洼子店用电，电费全免。免费？谁知道你们的电靠不靠谱？再说了，周老板说了，你们的电站毛病多，镇上都卡着呢，我可不想惹麻烦。果然，周老板的手伸得真快。孙主任，村里上次正常通电是啥时候？上个月刮风线断了，到现在还没人来修，娃们写作业都点蜡烛。孙主任，地的事儿咱先不谈，我看村东头那几户断线的人家日子不好过，我帮你们把线接了，恢复通电，就当交个朋友，行不？这后事儿真会修。老郝叔，合一下你家电闸试试。亮了，爹，电来了。叶老板，屋里说话，喝口水。叶老板，你是干实事的，我看出来了。但周老板和马站长那边我惹不起，他们打过招呼，谁把地租给你，以后就别想从镇上拿到任何补助，电修路都排最后。地慢慢谈，主任。但电我现在就能帮村里修，像老郝头家这样的，村里还有几家，我一起修了。周子，不好了，马站长带人去咱们电站了，说接到紧急举报，咱们的临时灌网线路威胁主干电网安全，要强势断开，现在正在扯皮呢。知道了，我马上回去。孙主任，村里电路我记下了，明天我带材料来接着修。镇上有点事儿，我先回去处理。都让开！这是整改通知书，你们的临时灌网线路不符合安全规征，必须立即断开，否则造成电网事故，你们负全责。马站长，这电给300亩稻子供着水呢，断了电，稻子就死了。你要断，先从我这把老骨头身上跨过去。就是，你们电管站早干嘛去了？
现在我们电发出来了，你来断线，这不是要我们村的命吗？反了你们了，阻碍执法，一起带走，给我断！打人了！稻花村暴力抗法了！马站长，快报警！马站长，你说线路不安全，依据是什么？具体哪条不符合规程？依据，我就是依据。我说不安全就是不安全，立刻断开，接受整改。你是依据，那国家的电力安全规令、省级的分布式光伏管理办法都是废纸。马站长，你要断线可以，请出示县供电公司调度中心的正式断网指令，或者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不合格报告，否则你这就是滥用职权，破坏生产。叶周，你别太狂，在镇上这1亩3分地，电力安全就归我管，我今天还就断了，我看谁能拦我，动手！乡亲们都让开，让他们断。马站长，请你在镜头前明确说出断网理由，并承诺承担因此导致300亩水稻绝生、2村电网瘫痪的一切法律责任。我马上联系市电视台和省报的记者朋友，现场直播。断吧。这里怎么回事？马站长，你不在所里，在这儿闹什么？王工，转机来了。这电能质量比咱们很多主干线都稳定，面变器是定制型号，控制策略优化过，是针对山区电网变动做了优化，加了 SUBD 动态国家赔偿。哦，自己加的，有图纸和参数吗？哦，马站长，你报上来的重大安全隐患就是指这个，数据我看过了，安全运余足够，性能优异。你所说的不符规程，具体指哪一条？这个主要是觉得临时线路不规范，怕有风险。觉得电力安全靠数据说话，不是靠觉得。你作为电管站长，未经详细检测，仅凭主观臆断就要强制断网，还差点引发群体事件，这是严重失职。叶周同志，我这次来其实主要是为了这个。省里刚下发文件，鼓励农村分布式光伏发展，特别是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规范运营。你们电站是咱们县民营光伏的标杆，我这次是来调研，准备将你们列为重点扶持对象的。马站长，关于你工作方式的问题，我会向局里反映。现在，请你先回去写一份详细的情况说明。叶周同志电站的闭网扩容申请，由我们县公司技术部直接受理评估。叶周，你的技术很扎实，思路也超前，有没有兴趣把稻花村、石头沟，还有你正在谈的洼子亭，做成一个真正的规范的村级智能微电网示范项目？县里甚至市里都可以给政策、给补贴。我愿意，不只是我们几个村，我想把这一片山区的闲散荒滩都利用起来，建一个真正绿色、智能、惠民的光伏集群。让每个村晚上都亮堂堂，让乡亲们用电不花钱，还能靠卖电增收。好，有志气，我们支持你。孙老头，别以为叶州攀上高枝就稳了，断不了他的电，我还断不了你的路。你儿子在镇上的工作还想不想要了？爸，周老板说，只要您不把地租给叶州，我明天就能回去上班，还能当小组长。要是租了，不光我，咱村以后谁都别想进他厂子。他爹，要不就算了吧，地是公家的，电没有也这么多年过来了。可小孙的工作，这工作我不要了。周扒皮那个厂加班都资低，还动不动扣钱，我早就不想干了。这个是好人，是给咱们村办实事的。爸，咱不能当孬种，让人戳脊梁骨。王工，有件事儿想麻烦您打听一下，镇上的兴农农机厂老板周旺，他厂子用电和经营有没有什么不合规的地方？对，就是卡咱们那个。明白了，谢谢王工。孙主任，今天修村西头那几家。哦，对了，小孙兄弟在镇上农机厂上班是吧？我有个朋友在县工业园，那边有几家新厂在招技术工，待遇环境都比镇上好，正缺踏实肯干的年轻人。要不我带你去试试？孙主任，咱们合作是互利共赢。我叶州做事光明正大，不搞歪门邪道，也最恨别人用下三滥手段。谁要是以为掐住咱们的脖子就能让咱们低头，那他就想错了，咱们的脖子硬着呢。这些举报给税务局，这些给环保局，这些给劳动监察大队。还有他威胁孙主任
教骚破坏生产的录音和证据，一起交给公安局。好，这下看这个周巴伦还怎么蹦跶。不只是他，打蛇打7寸，马站长和他穿一条裤子，这次也别想跑。等材料齐全，一起递上去。材料我们收到了，会按规定程序处理，请留下联系方式。周娃子，这能行吗？周扒皮在镇上关系硬，行不行？试试才知道。不过举报材料是实打实的，偷税漏税、环保不达标、非法用工，哪一条都够他喝一壶。这叫多管齐下，让他顾头不顾腚。再加上王工那边可能会顺便提一下他违规用电、阻挠新能源项目的事儿。兴隆农机厂。你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老周，这次风声很紧，上面直接下来的，你先自己应付着。叶舟，你不让我好过，我也让你鸡飞蛋伐。有人，东边外围3个人，有桶。师兄，出事了！启动预案，报警，我马上到。快，拖上去，点了就跑。周老板，摘了吧，警察马上就到，纵火破坏电力设施，数额特别巨大，够你在里面蹲到老了。马建国，马站长是否知情？有没有参与？知道，他都知道。卡叶州换网是他出的主意。我答应事成之后分他电站干股，还有以前偷电、虚报线路维护费，他都拿了钱。记录在案，继续。马建国利用职务之便为不法商人提供庇护、收受贿赂、违规卡药，并涉嫌教唆破坏生产经营，性质恶劣，影响极坏。经研究，决定给予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违法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叶舟同志，电站的变网扩容申请，现公司已经特事特办，加快审批流程。新的智能微电网示范项目立项报告，王工也提交上去了，市里很重视。谢谢领导支持。叶老板，老哥哥，洼子店这200亩石头滩，还有全村老少，以后就交给你们了。孙主任，您放心，电站建起来，
第一盏灯先亮村委会，第一条硬化路从村口修到电站。叶周哥，县工业园那边我啥时候能去试试？明天，我带你去，好好学技术，以后电站的维护还得靠你们这些年轻人。绊脚石清了，路通了，接下来该甩开一掌子，大干一场了。叶老板，项目很好，也符合政策。你们自筹资金多少？抵押物是什么？我们自筹70万，缺口230万，希望申请起项目贷款。抵押物是我个人的电站和农场，以及3个村的荒滩承包经营权。叶老板，荒滩承包经营权抵押估值很低，而且政策上比较模糊，个人资产抵押最多贷80万，这还有150万的缺口。主任，我们这个项目是县里扶持的示范项目，有政策的。政策扶持不等于无限兜底，银行也要控制风险，除非你们能找到有实力的担保方，或者有稳定的预售电合同。要不再去求求王工，或者把建设规模缩小点，规模缩小，成本下不来，效益更差。预售电合同也许是个路子。把咱几个村祠堂里那点老底子都算上，能凑个10万8万顶天了。石头沟更穷，洼子片，要不刚刚燃起希望的庄稼农脸上又蒙上了阴云，要不先建一个村，慢慢来。售电合同，我们找不到大企业，但我们可以找用电商。工业园，新规划的城西工业园正在招商，用电需求大，但电网还没完全到位。工业园离我们集群直线距离不到20公里，如果我们能说服园区管委会跟他们签一个长期的绿色电力职工协议，电价给他们优惠，但要求预付部分电费或者提供担保，这不就解决了贷款和销路2个问题？人家大园区能看上咱们这小电站？事在人为，他们有需求，我们有电，还是稳定的绿电，这就是咱们最大的筹码。师兄，准备最新的电站技术参数和发电可靠性分析报告。老村长、吴主任、孙主任，准备咱们3个村的联合担保意向书。明天我们去闯一闯工业园。叶周同志是吧？王工介绍过，你们那个村级光伏电站做得不错。不过我们今天谈的是工业园供电保障，这是大事。园区规划用电负荷起步就是5000千瓦，你们计划中的光伏集群满打满算也就1000千瓦，而且受天气影响不稳定。我们需要的是24小时不间断、安全可靠的电力。李局长，您说的对，稳定性是关键，所以我们的方案不是替代主网，而是作为重要的补充和保障。请看一下我们设计的光储柴微电网系统，这是实时数据，这是我们电站过去1年的发电曲线和供电可靠性报告，达到 99.7%。我们测算过，可以为园区提供至少 20% 的日常稳定负荷，在用电高峰和主网检修时能提供应急保障。电价我们可以比市电优惠 10%。数据不错，但你们是合作社性质，抗风险能力如何？万一电站出问题，或者你们内部管理出纠纷，影响供电，园区的损失谁承担？我们需要的是有实力的、可靠的合作伙伴。李局长，我们确实是小微一起，但我们的背后是3个村1000多口人盼着过上好日子的决心。电站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我们比任何人都更看重它的稳定和信誉。我们可以接受最严格的合同约束和违约金条款。至于实力，我们可以请县供电公司作为技术监管方，县农业担保公司提供部分担保。另外，停电，生产线停了，停了，必须立刻解决，否则我们撤资。叶周同志，你看，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电力保障一刻不能停。李局长，如果现在有一条距离园区不到20公里，已经建成发电且拥有备用电源的线路，能在2小时内恢复这家工厂的部分紧急供电，减少损失。您觉得这样的合作伙伴有没有一点实力和可靠性？危机往往也意味着转机。师兄，启动1号预案，柴油机全开，检查备用储能电池组。
李叔，李叔，带上所有能用的高压软电缆和接线器，开工程车跟我走。直线18公里，但有3处大沟得绕，最快路线也要1个半小时，不够。走老河道，那里干涸了，能进5公里。河道那路更烂，而且有段是沙地，容易陷车，顾不上了，陷了就用脚环拖，必须赶到。李局长，我每停1分钟损失上万，你们管委会必须给说法。2小时我生产线就废了。赵总，您别急，我们正在全力协调，有一个应急方案。糟了，李叔。放绞盘钢丝绳挂前面那棵老树，师兄，你上车控制绞盘，其他人把车上的木板、备用轮胎全垫到轮子下面。走，还有45分钟，没有电，立刻通知总部，准备索赔撤资。赵总，给我接你厂里最重要、功率不超过200千瓦的一条生产线电源进线，20分钟保证送上电。带他去，快！叶舟同志，昨天的事证明了你的技术和应急能力，园区很感谢。关于长期供电协议，我们可以深入谈谈，但有些原则问题必须明确。电价下浮15%是底线。另外，接入我们的配电系统，所有设备必须采用我们指定的品牌和型号，由我们认可的施工单位施工，费用你们承担。李局长、赵总，电价下浮15%，加上高额违约金和专用设备，我们的利润空间几乎为0，甚至可能亏本。这样的合作难以持久。那就没得谈了。我们有电保底，找你们主要是看重绿色电力的概念和昨天的应急表现，但概念不能当饭吃。赵总，你们厂出口欧美吗？当然，我们主要做高端出口。欧美市场，特别是欧盟，对产品的碳足迹越来越重视，甚至有碳关税。使用绿色电力是降低产品碳足迹、提升竞争力的最有效途径之一。这是不是比单纯的电价优惠更有溢价？我们可以为园区提供独立的、经过认证的绿色电力消费证明。1度我们的绿电比1度贵电在您的产品环保评级上可能价值高出几倍，这部分的溢价是不是可以抵应一部分电价优惠？绿电认证是个方向，但需要权威机构，而且你们电站的规模，我们正在申请国家绿色电力证书。另外，师兄，请接王工电话，免提。叶舟，听说你昨天漏了一手，李局长、赵总都在吧？县里刚开完会，准备将叶舟他们的光伏集群作为原网互储一体化乡村振兴示范项目上报，争取省市资金和政策支持。未来固网和绿电交易会有优先通道。具体条款你们商量，但原则是互利共赢。叶舟，你的电要稳，园区也要拿出诚意，绿色转型是大势所趋。叶舟，重新拟吧，电价就按你之前说的下平10%，违约金可以设，但要有梯度。设备用你们可靠的方案，但验收标准我们一起定。最重要的是绿电认证和碳减排核算，你们必须尽快搞定，这对园区招商太重要了。叶老板，合作愉快，希望你的店和你的人一样靠谱。叶老板，您快来一下，这边闹起来了。你就是叶舟，这片滩是我们柳树村的，你们说占就占，给那点租金打发叫花子呢。租金是刘主任代表村里跟我们一起核算，按市价签了合同的，白纸黑字都有。老柳能做全村的主，我不管。这滩以前是我们几家捡柴放羊的地方，
现在被你们占了，就得额外补偿我们1加，再加2万，少1分，这工程就别想干。三炮，你胡闹！合同是开村民大会通过的，租金是集体的，年底大家分红。你这不是敲竹杠吗？集体的，谁知道钱到谁口袋？我就要现钱，不给，看见那推土机没？要现钱，行啊。这是你们村的账，租金30万，70%按人头分红，20%投入村里基建，10%留作集体公积金。你柳三炮家5口人，年底能分大概2100块，你现在要2万，等于把你家未来10年的分红一次预支了。你确定要10年之内按合同约定的数额进行分红，10年之后再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进行分红？三炮，你把钱拿走了，我们分啥？就是租金是大家的，你凭啥多要？我不管，我不管账，我就要补偿。你们占了我们的地，地是村集体的，不是你们几家的。你们以前在这儿是捡柴放羊，以后电站建起来，板下能长草，你们还能放羊。而且电站招工优先柳树屯，工资日结，想干的现在就可以报名。还杵着干啥？丢人现眼，散了！扩张快了，这种地头蛇、红眼病只会更多，得立规矩。通知3个村的负责人，晚上开会，成立联合监督组，账目、用工、物料全部透明，定期公示。谁想伸手，别怪我不客气。阳光下的工地重新忙碌，但管理上的硬仗才刚刚开始。这基座氧化时间不够，表面有细微裂纹，钢筋间距大了2毫米。返工，李叔，就差2毫米，不影响吧？这天都快黑了，返工多耽误功夫。 2毫米，今天差2毫米，明天就敢差2公分。电站要立几10年，风吹日晒雨淋，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你想让咱们的心血将来变成一堆废铁吗？返工，马上！今天返工3处，柳树屯新来的工人手艺糙，意识差，得加强培训。另外，我发现送来的这批光伏板连列线，标称截面4平方，实测只有3.5，电阻偏高。哪家送的？新发建材，新换的供应商，报价最低。去仓库。明天一早，通知兴发建材，这批货全部退回，按合同索赔，以后永不合作。师兄，查一下，谁引荐的这家？采购流程谁签的字？是柳树屯的老柳主任，说他一个远房亲戚开的，价格实惠。哼，实惠，差点要了咱们的命。把实测数据、合同条款、可能的风险报告整理出来。明天请3个村的监督组成员，还有老柳主任一起开个现场会，就在仓库开。叶老板，我真不知道这线有问题。我那亲戚说的好好的，我糊涂，我检讨。刘主任，您是好意，想给村里省点，我理解。但电站的质量是咱们所有人的命根子，没有半点折扣可打。今天线细0.5，明天板子薄1层，后天电站着了火，谁负责？咱们砸锅卖蹄投进去的钱谁赔？今天这事儿按监督章程办，采购责任老柳扣罚当月津贴，向联合监督组做书面检讨。兴发建材列入黑名单，索赔到底。以后所有物料必须3家议价，监督组随机抽检，李叔有1票否决权。同意的举手。好，规矩立了就要守。今天亏的是钱，明天亏的可能就是信任，是人心，是咱们好不容易点起来的这片光。散会。经此一事，质量是生命这5个字深深烙进了每个参与者心里，信任的基石在一次次较真中越发坚固。各个子系统独立调试都通过了，现在是最关键的一步，力网集成，启动智能能量管理算法，让这4个电站储能、柴油机还有工业园的负荷像一个整体一样思考运行。周子，算法模拟了上百遍，但实际电网的变动千变万化。相信咱们的算法，更相信咱们的设备。各站点，最后一次系统健检汇报。
稻花村站光伏阵列逆频器储能自检正常，石头站正常，洼子店站正常，柳树屯站正常，柴油机待命。园区负荷侧已准备就绪，随时接收调度指令。启动主控系统，接入实时气象数据，预加载负荷预测模型。5、4、3、2、1。成功了！电压、频率、功率系数全部稳定在优秀区间，智能调度响应时间比设计指标还快。叶舟，你们创造了奇迹，一个真正的村级规模的智能微电站。叶舟，园区用电成本显著下降，碳减排核算报告出来了，非常漂亮。好几个看重环保的新企业，听说咱们有稳定绿电，都想来落户，你立了大功。爸，您看见了吗？这片山，这片地，真的一直亮着了。叶舟先生，智能微网成功运行，被誉为农村能源革命样板。您现在是什么心情？听说有风投给您的项目估值过亿，是真的吗？我就是做了该做的事儿，电站是大家的，成绩也是大家的。叶总，鄙人张胜，绿能资本投资总监，我们对您的项目和团队非常钦佩。这是我们初步的估值和投资意向书，请过目。1.2亿。张总，谢谢看中，不过电站不是我的，是3个村合作社的。投资的事儿需要集体决策，理解。我们可以等，也可以先签个框架协议。绿能资本不仅能提供资金，还能带来顶级的技术、管理和上市渠道。叶总，您个人的技术股和管理股，我们会单独体现，保证您财务自由。1.2亿，那得分多少钱啊？叶舟这下发了，会不会拿了钱就走？叶总，这是200万，个人诚意金，只要您点头推动，签了意向书，就是您的。后续还有，有了这笔钱，您父亲也能得到更好的安息，您母亲也能享福了。张总，钱很好，但我爸要是知道我用他盼了一辈子的光明去换钱，他会在地下不得安生。电站是大家用命、用汗、用盼头垒起来的，不是商品。对不起，这投资我们不要。这傻小子！叶舟同志是新时代的乡贤，是知识改变家乡的典范，大家要向他学习。叶舟先生，我是市台沈薇，您的故事非常感人，我们想为您做一期深度人物专访，让更多人看到乡村的光明与希望。沈记者，我没什么好说的。别急着拒绝嘛，采访就在您电站，不耽误您工作，我们还可以帮电站做宣传，吸引更多资源哦。周子，你快看论坛，有人黑你，黑电站，说的有鼻子有眼。周娃子，这肯定是那姓张的资本家，还有以前得罪的小人，看你不卖电站就泼脏水，我这就去找人骂回去。别骂，就上当了。滋滋，我说怎么那么大方，投资都不要，原来是底子不干净，怕人查啊！光明英雄，我看是影帝吧？柳三炮。论坛帖子是你发的？你放屁！我哪有那本事？我是看热闹。那就好，清者自清。不过你要是对租金、对用工有意见，可以随时去联合监督组举报，我奉陪。在背后嚼舌头，坏的是整个项目，砸的是你自己的饭碗，想清楚。叶舟先生，我带着采访团队来了。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我知道，真正的考验或许不是技术，也不是资本，而是这汹涌而来、无法预测的人心与舆论。
观众朋友们，这里没有英雄的光环，只有一双实干的手和一片被汗水浇灌出来的蓝海。叶舟，网络上关于你侵占集体资产、欺压村民的指控，你怎么看？变压器、发票在我手里，当年集资的账本，全村人都按过手印，柳树屯的租赁合同和账目全部公开，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电站不是我叶舟的，是3个村1000多口人未来的指望，谁想动它，先问问乡亲们答不答应。听说你拒绝了巨额投资和个人好处，为什么？我爸临走前盯着没电的村子，他盼的光不是用来卖钱的，电站要是卖了分了，电可能还会停，村子可能又会黑。那我和我爸还有那么多帮过我的人，这些年的苦就都白受了。我之前可能也带着猎奇和功利心来采访你，现在我明白了，你守着的不是电站，是心灯。沈记者，你言重了。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真实。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青年最朴素的坚守和一片土地被重新点亮的希望。这光来自技术，更来自人心。叶舟，专访会尽快播出。另外，网络上的谣言，我会用我的渠道帮忙处理。你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好这片光，保持联系。这个女记者似乎和想象中不一样。小沈啊，片子拍得不错，但是是不是太正面了？网络上的负面舆情一点不提。那个投资悲剧的绿能资本背景很深，你这样播台里压力很大呀。要么把投资那段还有网络谣言那段平衡一下，加个各方说法，要么播出时间往后放放。孙台，新闻生命是真实，我看到的对的就是真相。这片子必须按原样善时播。台长，我先接个电话，片子我不会改。薇薇，听说你在农村光伏项目较劲，那个叶舟水很深，听爸爸一句劝，片子压一压，别惹麻烦。绿能资本的张胜，他背后的人，你爸我都得让3分。我的工作我自己负责，他水再深，我也要把它清清白白的捞出来给观众看。你这倔脾气随你妈。行，你要播，爸不拦你，但出了事儿别找我哭。还有，离那个叶舟远点，他不是你该接触的人。果然是他们，资本力量远比他想的更无孔不入，也更肮脏。周子，沈记者那边会不会也有压力？他的片子还能不能播？播不播是他的职业操守，但咱们不能把希望全搭在一条片子上。师兄，把咱们所有的合同账目、技术报告或证书，还有当年变压器事件的完整证据链，全部扫描做成电子档案。我清楚，这封邮件一旦发出，就再无退路。我将不再仅仅是一个技术员或项目负责人，而是正式向一个看不见的庞大对手宣战。叶舟专访，明晚黄金堂准时播出，你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今晚带您走进大山深处，见证一束被守护的光。这些就是当年的真相。一张发票，一个账本，记录的不仅是收支，更是一个父亲对乡亲们的承诺与守护。我靠，发票、账本，这 TM 才是实锤。黑子妹们脸疼不？看哭了。账本，那个旧账本，那些红手印，叶舟谈到父亲那里，我泪崩了。这才是真男人。之前骂叶舟的，出来走2步，道歉。张总，这沈巍他不听劝呀，
这台里也拦不住，他背景有点硬。废物！立刻给我查叶舟还做了什么，还有那个沈巍，给他点教训。都看见了吧？周娃子是咱们村的脊梁，以后谁再信那些鬼话，别怪我翻脸。手机在疯狂震动，但我没看。此刻，只有屏幕上那条平稳运行的绿色曲线，才能让我感到真正的安宁。周子，省报、央视农业频道都联系我们要做后续报道，还有省能源局刚来电话说看到了你的实名举报邮件，高度重视，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明天就下来。来了就好，把咱们准备好的所有材料再整理一遍。这次咱们要赢得彻彻底底。调查组要来，哼，准备 B 计划，断不了他的电，就断了他的路。那个女记者也别让她太好过。风暴看似平息，但更深更暗的潜流正在水下疯狂涌动，真正的较量或许才刚刚开始。